夏，医生说让我跟你多说说话，你也许还有醒过来的希望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还在坚持，我的人生就有目标。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。喂，老魏，你让我查的事情现在有结果了，凶手是裴深。元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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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。我之前一直干预元夏的时间线，来改变他死亡的结局。但是现在看来，看似改变原点，却不知道是转机还是危机。我打算换个方式，我要让元夏把手机给魏子琪。裴深，你走，元夏呢？昨晚和老魏出去了，这孤男寡女、荒郊野岭的，不会是一夜未归吧？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干嘛去了？老实交代。跟我男朋友算旧账去了。算账？怎么算啊？是清水的算法，还是翻来覆去的加倍算？能说快！我怕再算下去，你的年终奖都不用算了。你少跟他在一块儿，都学坏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彻底统一战线了。各位领导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该出发了，别耽误了揭幕仪式。行，那我们先去收拾东西。看来元夏已经知道我不是小哥哥了。还疼吗？啊，早就不疼了。魏子琪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都不可以再这样伤害自己了。这也是恒叔叔所期望的。哎，圆圆，吃面。孙姨，走了啊！你儿子生日啊？吃好了，吃好了。那他人走呢？啊！他不在我身边，我这也将近有1年没见他了。那他肯定很想你啊。恒叔叔，你儿子多大了？他比你大几岁，要毕业了，是你的哥哥。其实啊，他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又很懂事。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，总说自己很忙，没时间陪伴他，连他妈妈去世，我都没能赶回去。就算他怨我，也是应该的。现在有时间陪他了，也没这个机会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们是一家人啊，
而且，就算你之前真的做错了，那现在想去弥补也还来得及，总比留着遗憾好，对吧？而且我想，其他人的祝福肯定是比不过爸爸的，所以恒叔叔，你有空给哥哥打个电话吧。还来得及吗？肯定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来得及。这样，吃完面之后，我就回家给他打电话，我要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。他很爱你，你一直是他的骄傲。其实那天他有给我打电话，只是我没接。那段时间我特别恨他，恨他为什么因为工作不回来见我妈最后一面。后来知道他去世了，也很后悔，很痛恨自己，所以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里。直到你出现，才把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拉出来。是恒叔叔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跟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相遇了。而且，其实你不是真的恨他，对吗？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愧疚地伤害自己了。以后也不会了。圆圆，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。流星雨那天，我失约了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失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时间了。不需要如果，现在就很好啊。没错，现在就很好，只是我没有收到你的特别礼物。那个呀，那我得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，才能把礼物给你。好的，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莅临。告诉那个好消息，我们改变了结局。你没死，只是昏迷不醒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再加把劲儿，或许我就能彻底醒来了。可是未来的我改变了，你过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很好。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找到了救手是谁。真没事，你把手机给我自己。等一下。那个是我爸研究的量子通讯的手机吗？嗯。对面是我爸吗？不是，是1年后的你。他刚刚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把手机交给你。他还说，凶手是裴深。裴深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？找我有事吗？怕你一直忙工作，忘记吃午饭，就给你带了碗馄饨。裴深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次能不能让我先说？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
不会耽误你很久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看得出来，从揭幕仪式之后，你就在躲我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你发现了吗？没错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哥哥。对不起啊，我发现你似乎在找某位故人后，我就让你误以为我是那个人，为的就是慢慢接近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可你之前明明说过，你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，还说准备要跟她告白。这个人就是你。因为一开始相亲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你和魏总在一起，我怕你不接受我，所以就继续用这套说辞慢慢的接近你。我承认，我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卑鄙，但是我不后悔这么做。到现在，你慢慢的远离我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抱歉啊，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，你介意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裴深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心里只有魏子期。我明白，我不是要得到你的回复，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而已。先走了。魏总，倪总，这是量子通讯的信号。确定是量子通讯的信号吗？这是我根据你爸的实验日志1:1还原的系统，专门捕捉量子纠缠态的。不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靠什么通讯器发出来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好像是在我们公司大楼里。这样，咱们俩去找信号源，其他人继续跟踪信号源的动态。好的。魏总，我也去。走，倪宁，你去监控室，我去办公区。裴深，你从安全通道逐层排查。对了，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吗？可算找到你了。裴深，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魏总让研发部找一个通讯信号，我就跟着信号的位置找到了这里。袁夏，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你手机里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。但似乎魏总很着急的要找这个信号，他已经知道这个信号在 MU 的内部大楼里了。袁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刚电梯人太多了，我走的安全通道，正好碰到裴深。下午我要出去谈个事儿，就不用等我下班了。好，去吧。魏总，那我继续下去找信号了。
他藏的可真够深的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才冒认了身份，卑鄙了些。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手机。他要手机干什么？从他的反应看，说明他早就知道双时空手机在我手里。应该不是裴深。能够比我们还要早知道双时空手机的存在，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它的人，也就只剩他了。西坤。西总，手机拿到了。你是说，这个手机可以实现跨时空通讯的功能？没错，坤哥，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？理论上，量子通信呢，它是可以实现时间流的穿梭的。我现在的研究呢，已经有些眉目了，虽然不太稳定，但绝对是个跨时代的发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了它，我们就能产生巨大的信息差，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。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这个世界。我们就有了一切。坤哥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可能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了。我们不可以随便改变过去的历史的，每一次改变过去都会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的。我们不能破坏整个世界的。你听我说，别怕，我给你投资，量产，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。我是不会同意的。阿恒，你听我说。总，这里有几份紧急文件，您能帮我签下字吗？喂，洪叔叔，你可啊？我这么说我们的节目。你是？我是圆圆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洪叔叔，您这1年都去哪儿了？您给哥哥打电话了吗？他原谅您了吗？没有什么事，我要工作了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手机交给你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打破这个世界的秩序。阿恒啊，你可真伟大！你以为你这东躲西藏的，我就找不着你啊？你那个宝贝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不错，老师说他挺用功的，你可太狠心了。儿子过生日，你怎么能不出现呢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儿子一下，拿手机这个人会彻底让手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彻底。你是准备亡孤到死了？你动！别跑！这个魏恒以为他把手机留给袁霞，叮嘱他在1年后打电话来提防我，他就可以改变一切了。谁知道这兜了一大圈儿，手机还不是照样落在了我的手上。现在有了这个双时空手机，我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。
要继续研发它。我可以改变所有我想改变的一切。我不仅仅要打给1年前的自己，我还想打给更早的自己。我想要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如果这辈子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再好好的陪陪他。也许只有那样，他才会快乐一点。我还有好多没有完成的事，都可以通过这部手机来实现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我只要知道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。这个能改变一切的人就是我。可是，魏子琪不可能告诉我们手机的使用方法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幕后的人是西坤？当时只是怀疑而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在西林接风宴上跟我说：“我听说你要重启量子通信试验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。”作为他最好的朋友，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。资金上有什么缺口说一声，我给你兜个底。当初 MU 深陷危机，他都不曾向我伸出过援手。现在听到我要重启我爸的实验，他的表现异常积极。我想到一件事儿。恒叔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进来。不了，叔叔临时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送你个礼物。顺便呢，拜托你一件小的事情，明年的今天中午12点，你用这部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。这个手机呢，我已经设置好了，你只要按这个重拨键就可以。等电话通了之后，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乖，那叔叔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叔叔，你回来记得跟我说一声啊。恒叔叔，您好，我遵守我们的约定了。我是圆圆呀，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恒叔叔，您这一年到底到哪里去了？给哥哥打过电话了吗？哥哥现在原谅您了吗？喂，怎么挂掉了？怎么打不过去啊？这么说，我爸的实验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功了。当时可能他察觉到西坤要抢手机，所以才会特意把手机留给你，让你1年后提醒他小心西坤。而1年后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，不是我爸。我爸的去世就是那天，他的死不是巧合。我爸的死跟西坤脱不了干系。我爸死后，西坤猜测手机可能会在我的身上，就让周围暗中监视我的生活。发现双时空手机根本不在我手里之后，就让周围故意把我送出国。在西林的接风宴上，为了找你，我跟西坤说过话，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注意到我了。所以西坤就让周围来接风宴，对你下手。然后抢走你的手包，又跑到你家翻找以及行凶。他们做的这一切，
都是为了抢夺手机。只是老魏把你接到他家之后，周围彻底失去了动手的机会，西坤才会派裴深来到你的身边。为了这部手机，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。西坤那边的动作最近明显急迫了很多，我想这应该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。也是时候该我们主动出击了。才不是擦肩的路人，是用尽力气要与你重逢。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，只为如初的眼神。思念穿越过时空，默不作声，爱就住着彼此，从未断层。多想一个转身，我就变成我们。我相信爱能转动千万种。